全球疫情尚未完全控制形势下的中国两会受到了外媒的广泛关注。有外媒认为，这将是数十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会议。中国 GDP 增速将达到多少？科技自主将如何实现等，都是外媒讨论最多的话题。今年两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审查讨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这也是外媒关注的一大焦点。香港南华早报说，2021年的两会尤为重要，因为今年是下一个5年规划的开端，且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南华早报同时指出，“十四五”规划将首次专辟一章讲科技，强调科技自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这标志着重心转向产业和国家安全，并减少科技产品进口。日本时报也关注中国科技的发展趋势。报道说，在美国政客看来，中国主导敏感尖端技术的潜力是未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北京也担心美国会阻挠中国崛起，本周将公布提高科技自主的计划。中国立法机构的年度会议将审议新的5年蓝图，以减少计算机芯片等关键零部件对西方的依赖，同时大力发展从氢能汽车到生物科技等新兴技术。路透社的报道提到，鼓励创新或将成为规划的重点内容。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之际，降低中国技术供应链的脆弱性。外媒在报道两会时还频频提及中国的疫情防控成果，而伴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话题的是外媒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日经亚洲上周六的文章称，即将召开的两会是中国政治日程上的重要事件。中国是全球唯一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领先美国和其他国家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马来西亚星报在周二发表题为《中国两会，北京将展示后疫情的经济自信》的文章说，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及美国新总统上任，北京希望增强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两会将突出中国向世界展示正面形象的领域，包括减少碳排放的产业计划、金融和经济开放、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措施等。对于2021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期，各个媒体则有不同的看法。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翻看近几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即便出现具体增长目标数字，往往也伴随左右、区间等更具弹性的表述，折射出中国正淡化对经济增速的过度强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设定2021年的 GDP 增长目标。但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节目中采访的专家就认为，今年两会中国会公布2021年 GDP 增速目标，而这一目标还会超过6%。What's the main message that you'll be watching out for at this week's NPC? We usually get a GDP target, but it's unlikely that we'll see that this time around, right? They didn't set a GDP target last year because of huge uncertainty, but I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set one for this year. And my expectation is that they're going to set one as above 6%. But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deal for this year because given the very low base last year, China going to grow at least 7 or 8% this year. 中国呢，疫情呢基本上都已经控制住了，所以呢，外国呢才会对我们进行如此的高的这个增长率的预测。整个今年，特别是11月份、12月份这样的增速的这样的比较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增长接近6%的这样一个速度。我们国家在明年的，就是今年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呢，应该维持在6%以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是世界的这个经济也得到逐步的复苏的话呢，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加权的效应，我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定会超过8%的。此外，荷兰国际集团在最新报告中指出，两会预计在先进科技自给自足和实现碳中和方面会有清晰的路线图。美国《时代周刊》也认为，环境保护将是“十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这篇题为“今年即将召开的两会可能是中国数十年间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会议”的文章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预计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更多线索。在过去1年间，国际社会也见证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功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中国同非洲联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中国吸收外资的全球占比大幅提升等。中国向世界表明了支持经济全球化、实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时代周刊认为，两会将公布中国继续刺激数字货币发展，并进一步向外资敞开大门。
此外，亚洲协会澳大利亚中心和北京齐纳百思咨询公司都预测，中国预计将着手签署更多贸易协议，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外贸领域当中呢，去年确实成果是喜人的。我们特别是 RCEP 以及这个欧盟协定的签署，对我们国家来说呢都是历史性的，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也是通过这样的外贸来具体实现的。那么在外贸这方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呢是成品的完整的设计更多融入了这种科技含量。另外呢，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原来的这个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现在逐步晋升到世界的产业链的上游、中上游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今天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发布会，从中您是怎样看两会的？美西你好。今年的两会呢如期举行，就意味着中国呢已突破新冠疫情的种种阻挠，走上了正常，走向新的征程。那么这次的两会呢将会讨论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基础上，在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如何迈向前，如何呢为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而书写新的篇章，如何呢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拿出新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呢，在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已经讲出了今年的工作重点，就是呢，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的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推进5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那么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努力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的成绩呢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想呢，今年的两会呢将围绕今年的工作重点展开热烈的讨论。发扬孺子牛、拖黄牛、老黄牛的精神，把每一件事呢办好、办漂亮。其中呢，高质量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生态环境、扩大就业、缩小收入差距、维护全球产业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呢，都会成为两会的热词。海外媒体对中国两会有怎样的期待和评说呢？海外媒体呢对中国两会的预期呢是更加的具体。路透社说呢，今年呢两会的重要看点是中国将宣布2021年的目标以及经济发展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心议题呢还包括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路透社还说，今年两会如期召开呢，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从疫情中呢成功的抽身。社会经济回归了常态。英国的 BBC 报道说今年两会呢有3大看点，一呢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设立，中国呢在摆脱绝对贫困后如何通过双循环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二是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尤其呢是选举制度来落实爱国者治港；三呢是如何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德国之声说，两会召开就意味着中国“十四五”规划正式落地，中国为集中的解决卡脖子产业技术问题，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将会呢提出新的一个方案。经济双循环怎样启动也是值得关注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呢关注中国疫苗，报道引述全国政协发言人呢的说法，说中国始终把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中国的相关技术标准与世卫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要求呢是基本一致，而有关中国出口疫苗是为了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说法呢，则是十分狭隘的。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重点报道，政协发言人就外国政客鼓动抵制北京冬奥的一个回应，他说呢，这些做法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是徒劳的。好的，谢谢陈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